4月18号中午12点左右，北京长峰医院的住院部东楼突然发生火灾。从报警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最终把火扑灭，一共持续了33分钟的时间。就是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29条生命被这场火灾夺走了。这其中有1名护士和护工，剩下的27个人都是这个医院里头住院的患者。据媒体报道这些患者的年龄都比较大，平均年龄都在71岁，多数都是一些腿脚不是特别方便的患者，有的呢甚至还带有一些临终关怀的性质就住在这个医院里。所以火灾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逃跑。大家都知道真正火灾导致的人死亡过程中间，烧死的人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多数都是被那个有毒的气体熏死的。因为在一个封闭空间里头着火那个火场中间呢，由于燃烧不充分，所以那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非常之高，吸上1-2分钟人就失去知觉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个死亡的。我在看现场的火灾的那些视频我看有些年轻人就从窗户外面直接跳下去了，而有一个连衣服都没穿就从那个梯子上就走下去了，还有的梯子不够嘛，就在那个窗户外面的空调挂机上在那儿等待救援。应该说站在那个位置上不会被烟熏死，但是呢确实也挺危险的。这个现场中间就有人从这个楼上跳下去之后导致的骨折，有2个人。这场大火原因很快就查清楚了，就是这个医院里面在进行住院部的改造。据说这个住院部早先呢是一个旅馆，要把它改造成酒店的住院部。那么一边改造的同时呢，一边呢这个患者还在这里住院。但是施工的过程中，据说是一个电焊的火星点燃了这个装修材料过程中间的易燃物品，最后导致了这场火灾。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把这医院的法人院长还包括施工的包工头全抓起来了，一共12个人。其实挺可悲的我个人觉得，按说你医院的住院部在改造的时候，这里怎么能住患者呢？你且不说它有火灾的隐患呢，你施工过程中间叮铃咣啷乱响，你想想作为住院的患者，其实也是一种折磨嘛。说句心里话，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跟很多中等发达国家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生活中间的细节，社会管理的局部它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真的还是蛮远的。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这个发达国家不太会允许你这个住院部的改造过程中间，同时里头还有患者在这住，这应该说是悲剧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假如说这里头没有患者，那你即便是发生火灾，也不至于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嘛。这场火灾让我想起了2017年北京大兴发生的那场火灾。那场火灾当时一共导致了19人死亡。但是那个火灾之后，彩旗就开始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看到了吗？当时这些低端人口都被从北京清理走了，很多出租司机都不让在市区里住了呀。但是呢，这几年过去了，你火灾还不是照样发生吗？死的人不是更多吗？当时那场火灾死亡19人，现在这是29人了。所以一个城市的管理跟所谓的你被管理者的人员素质没有关，跟你的管理者的素质有关。如果你的管理者不能把消防法那些规定真正落实到实处，不管这个城市是低素质的人还是高素质的人在这住其实悲剧都会发生。这个火灾发生之后现在很多媒体都在挖这个长峰医院的背景说这家医院是个莆田系的，搞这个血管瘤的治疗，然后呢还搞什么依托其实我觉得这些信息对我来说都不奇怪，因为中国这种民营医院靠这种几乎骗钱的方式来生存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这场大火才揭示了这个现实火灾发生的第2天，也就是4月19号，有一个叫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突然在网上发了一个公告，他说立即取消北京长峰医院的会员会籍，免去北京长峰医院法人代表、董事长汪文杰、有关协会理事、血管瘤与脉管畸形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委员职务。第3，撤销北京长峰医院社会信用3A 级证书，
医疗质量服务能力4星级证书，并且收回牌匾。这个公告发出来之后，在网上引起了一片嘲笑，大家都说这肯定是甩锅嘛。那你平时他没发生火灾之前，那你平时你咋管的？你怎么给他授予的这些证书，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机构的公告之后我觉得这里头可不简单。这个机构叫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个骗子协会。而这种骗子协会跟中国的这种长峰医院、民营医院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生态说白了也是中国这种民营医院不断发生各种悲剧的一个土壤之一。我们今天不讲火灾了，我给各位来讲一讲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背后的秘密和故事。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如果你打开它的网站，你看很高大上，注册是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他的这个名誉会长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新冠疫情武汉封城是他直接打电话给中南海最后决定的，通天的人物，对吧？然后他的名誉会长殷大奎，卫生部的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的会长，他的会长呢是北大人民医院的李岳东院长，党委书记。一看整个协会看起来非常正规高大上，但我给各位讲一下，这些人全都是这个协会的招牌，这个协会的真正控制人都不是这些人，包括这个会长，他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呢？是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法人。这个人呢叫郝德明。这郝德明有点来头，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这郝德明是怎么通过这家机构进行骗钱的过程的。这个郝德明早年据说是一个医生，但是具体在哪儿职业我没查到但是后来呢，他找到了一个大哥，这个大哥呢叫吴乾隆。这吴乾隆是个生意人，在上海办了很多家企业，其中有一家企业呢叫红会公司。红会公司呢，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都是想做一些跟医疗方面有关系的这种生意嘛。后来这个郝德明就通过这个红会公司这个身份呢，结识了中国医师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叫杨静的爱人，搭上了关系。从此呢，他就进入了中国医师协会。他跟中国医师协会说他说我们帮你来建设你们的网站，因为中国医师协会你自己不会建网站吗？那没有网站也显得不够高大上吗？我们免费给你做。然后呢，有个前提条件，咱们成立一个叫网络信息中心，由我来当这个信息中心的主任，就是这个郝德明嘛。这个中国医师协会就同意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红会公司呢，还每年给中国医师协会上交5万块钱，相当于这个郝德明的这个中国医师协会网络信息中心的主任这个 title 就是花5万块钱每年买来的。而且这个网络信息中心呢，也不在中国医师协会办公，他们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什么中国医师协会网络信息中心的公司，就是来运营这个那么这个郝德明有了这个中国医师协会网络信息中心的这么一个 title 之后他就从上海到了北京，他就开始利用这个身份呢，开始进入北京的医疗界，跟那些卫生部的官员医师协会的这些专家打交道。慢慢的就在这里头寻找一些商机。后来他们就寻找到一个什么商机呢？就是这个医师资格的考试之后每隔2-3年还要再审一次。他们就想到一招，就找到了卫生部，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医师资格这个再审交给中国医师协会。这个考试要考怎么考呢？要统一教材，统一培训，统一试卷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在全国搞起来才比较有力度，对吧？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一旦要是搞成这种统一试卷、统一培训，利益不就来了吗？于是这个红会公司就跟中国医师协会合资，在北京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网医公司。这家公司现在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双方就出资比例怎么分钱呢？搞了几条协议，但没想到后来双方闹翻了，还打起了官司。这个红会公司呢，就把中国医师协会告上了法庭。结果呢，这官司一开始在上海起诉的，这中国医师协会还不服，说不应该在上海起诉，应该在北京起诉。这官司打了好几年，
最终啊，这个红会公司撤诉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双方从一开始就想把医师资格的这个再审呢当做生意来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中间，这个郝德明就是董事，而这个钱呢，红会公司这部分的钱呢，就我说的是吴乾隆出的，他出的大头。这是那个为了要搞这个事情呢，他们在中国医师协会内部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定考办，医师资格定期考试办公室。这个郝德明呢，就是这个定考办的主任。其实这个定考办也是挂靠在中国医师协会的，专门为郝德明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职务啊。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郝德明就在外面又做了这个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我听说的是吧，这个协会并不是这个郝德明一开始自己要办的，而是这个行业有的大佬想办这样的一个协会，就让他去跑腿儿。结果跑着跑着，郝德明发现这个协会可不得了啊，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这个协会啊，他就把这个协会注册在了自己名下。所以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现在的法人代表就是这个郝德明。成立了这个协会之后那肯定第一你得撞门面，对不对？撞门面很简单嘛，医疗界的找一些院士卫生部推任的官员到这来，放到这地方当会长、名誉会长，甚至理事，还有驻会的专职的副会长，都是卫生部的推职官员。同时呢，他开始给自己脸上贴金。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网站里有一张这个郝德明跟李克强和安倍总理一起合影，是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叫中日之间第三方合作论坛。这个活动呢是商务部搞的但是呢，他怎么窜到这里头去了呢？按说人家这个是中日企业之间合作签约的，跟这个郝德明有啥关系啊？其实北京类似的这种论坛很多每一次搞这种论坛的时候都有商机，甚至专门有掮客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论坛，这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出席了，那么谁可以跟着领导人去拍个照、握个手？这中间呢又分为单独合影和一起合影，都有价。你搞定了之后，你比如说你专门跟李克强合影照一张照片，你挂在你们的公司里，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这个郝德明就是我猜我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据我的常识，一定是花了一笔钱搞定了这件事情，挤到了李克强和安倍合影过程中间的后排。其实这个活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参加这个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跟李克强和安倍合一张影。然后呢，他还到日本访问，去见这个二阶，就是自民党的干事长嘛，比较亲共的但其实要跟二阶合一张影非常容易，易如反掌。但是国内不知道觉得这个你看自民党的干事长相当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这是高大上的这就开始唬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唬完人之后就开始挣钱呀。怎么挣钱呢？这里头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卖会员费，你全国的民营医院好多家几万家那他就规定了，会员高级会员1万块钱一年，低级会员3000块钱一年收会员费。但会员费收的不是特别的成功我看他每年公布的会员费一共就100多万，所以其实他愿意交会员费的医院并不是特别多。紧接着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这就开始卖证书。大家可以看，就这一次他卖给长丰医院的2个证书，一个证书叫社会信用3A 级证书。这个所谓的社会信用3A 级证书就是他搞的。什么叫社会信用3A 级标准是他定的，专家是他找的，评审是他搞的，但是你要交一笔钱。你现在在这个非公医疗机构协会里头就有双评，你点进去，你交钱，他就给你评审，这是公开的秘密。第二，那个医疗质量服务能力4星级证书也是他们搞的，也同样是你只要交了钱，他就组织一帮专家到你的医院去看一圈，然后给你发个证。这个不得了这很大一笔钱我看他2016年和2017年他发了这个财务公报，这财务公报里头服务费用一年收入1000多万人民币。这所谓的服务费基本都是靠卖这个证书挣来的钱第三是捐款，捐款也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捐款你想想谁一般给这种协会捐款呢？大家可以留心一下这长丰医院的法人代表汪文杰，是这协会的
血管瘤脉管畸形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还有他是协会的理事。我给各位讲一下啊，这种协会中间这些头衔啊都是要花钱买的，但是呢，一定不是直接卖的，最后都是以什么形式搞的？就是捐款。你给学会捐一个款，比如捐100万，你就是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了；捐50万，可能就是这个理事了或者副主任了。这就是卖这个头衔。那卖这个头衔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的是骗那些到这个医院里头来治病的消费者嘛。因为你进了长丰医院一看，哇，人家长丰医院是血管瘤脉管畸形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其实可能是捐款100万买来的，这是他赚钱的这个招数啊。你别看这个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啊，每年赚不少钱呢。他2014年成立的，2016年的时候他公布的财务数据4000多万，好大一笔钱呢。但是从2018年以后到现在，他就不再公布数据了。他现在的信息公开里头，你去看啊，就只有会员费，会员费在他整个收入里头微不足道，一年就100多万。但是他的捐款费用还有他的服务费用，他不再公布了。那这些钱去哪儿了？那有人说啊，你毕竟是一个社会社团呢，你赚的钱你也不能分红，放到这儿人家赚钱怎么了？但是我跟你说，这些骗子的协会啊，也常见的手法就是把钱再洗出去。这洗出去又有2种常用的方法，一种呢是通过第三方服务。那我这个协会每年我要是要提供一些服务吗？啊，那这个服务的话，我就搞一家第三方服务企业，我给他提供这样的所谓的购买服务，把钱转到那个公司里头去，而那个公司再把钱转到我自己的口袋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在17年的时候啊，跟一家叫嘉达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叫万达志祥。这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啊，一共出资1500万人民币。按理说啊，你作为一家民间社团，你投资一家公司本身就不正常。更不正常的是啊，这个还在后面，对方这家嘉达公司据说是出资3500万，但这个公司就在他们合资之前刚刚成立的，在上海。但是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多少呢？大家想一想，1万块钱。一家注册资本金1万块钱的公司，马上拿了3500万，跟这个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你们信吗？我是不信的，因为中国成立啊这些公司是不要求实缴的，所以啊，这个嘉达公司一定没有实缴，但是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一定实缴了。后面的故事我不说，很多人都明白了。现在你再去查这家万达志祥公司啊，已经注销了，没了。那也就意味着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1500万块钱到这里头投资的钱打了水漂，但这钱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一定在企业注销之前啊，早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到了这个郝德明的名下了。这就是常用的洗钱方式嘛。这就是这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啊背后的秘密。中国这种骗子协会非常多，一方面跟这些国家的部委搞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一方面通过出售这种所谓的行业标准质证书啊，然后呢去赚这个行业里头这些民营医院的钱或者其他企业的钱，他们目的都是给这些不合法的企业或者是资质很低的企业披上一个合法的外衣，或者是披上一身绚烂的衣服。最终呢，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到这家医院去看病的消费者、患者。他们以为这样的医院很高大上，社会信用评级3A 级，是吧？医疗服务能力4星级，跟西河差不多，是不是？但他不知道背后可能就是花了5万块钱、10万块钱买来的。要说啊，一场火灾啊所造成的悲剧啊，这个我们都看得到，实实在在的，它是一场大火。但其实这大火背后所带来的悲剧啊，可不仅仅是火本身所导来的。